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顾氏蟹香阁的主厨顾城顾公子！骗子！那祖传秘方分明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是我3年来每天凌晨3点起床拆卸划破的手，是我没日没夜在后厨熬出来的酱。我叫苏巧巧，娘去世前将祖传的蟹黄面秘方传给了我。3年来，我为了报答姨母和表哥顾城的收留之恩，没日没夜的在后厨做面。3年里，我帮姨母开了7家面馆。巧巧，今天新店开张，我娘说了，让你上台。上台？对，上台！你可是咱们顾氏蟹香阁的主厨，没有你哪来的面？今天你必须上去，让全姑苏的人都看看，他们崇拜的主厨究竟是谁。表哥，我刚拆完蟹，身上都是一身腥味。怕什么？楚厨就该有楚厨的样子。走，快走，客人都等着呢。表哥，我这身衣裳不合适，我先去换身干净的。换什么换？来不及了，一会儿你上去随便说2句话就下来，底下全是贵客，谁有闲工夫看你穿什么？原来姨母和表哥还是记着我的。大家见笑了，这是我那远房的穷侄女，在后厨干杂活跑上台了，大家别介意，没见过世面。你闻见没？他身上的好大一股烂海鲜的腥臭味，超不爱腥臭味。各位客官，咱们顾氏蟹香阁的祖传秘方和所有蟹黄面，皆是由在下本店主厨顾城亲自掌勺研制。主厨？他连面粉和碱水的比例都不知道，他凭什么抢走我娘留给我的心血？哈哈，今年分红我拿了整整800文，这是给你的年底分红，整整400文，拿着吧。跑堂的都有800文，我做面3年撑起7家店，分红只有400文，这是我姨母的意思？嫌少？苏巧巧，你不过是老板的穷亲戚，跟着白吃白住，年底给你400文是打发叫花子的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这400文留给他们买棺材吧，顾家的恩情，我苏巧巧今天还清了。死丫头，你疯了！大半夜跑哪儿去？明天县太爷要在咱们店里摆宴，300只活蟹马上就送到了，赶紧给我回去抛蟹。我不干了。不干了？苏巧巧，你以为你是哪家的大小姐，在这跟谁发脾气呢？你走了吃谁的饭，住谁的地儿？你……巧巧，这么晚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京城。京城？就凭你，你兜里能有几个子儿？娘，帮厨已经把他的手艺学得差不多了，只差那个最关键的方子。行，你要走可以，把你娘留下的秘方留下，否则今天你别想踏出这个门。真以为一张纸就能做出天下第一的面？面团的湿度、熬汤的火度、拆蟹的手力，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，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学会。这什么味儿啊！一股子土腥气，熏死人了！如果今天1碗都卖不出去，明天连买蟹的钱都没有了。好香啊！姑娘，这蟹黄面我能尝一碗吗？等等，我这面可不便宜，你考虑清楚了再说。好，那姑娘这碗面要多少钱？1碗100文。100文？你这小丫头是抢钱啊！就是，京城最大的醉仙楼招牌阳春面都没这么贵，你一个路边破摊子，想钱想疯了吧？而且这面还差最后一步，你且稍等。我的天，这什么味道？怎么会这么香？尝尝看。不用找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位小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这面到底好不好吃？姑娘，快给我也来一碗，我也要尝尝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。
我也要一碗，100文是吧？给你钱，快坐。不好意思各位，今天的蟹用完了，只剩下最后一碗的量了。最后一碗我要了，我出双倍价钱。凭什么？是我先开口的。姑娘，卖给我。这最后的一碗，我也要了。我说这位爷，您都吃了一碗了，好歹给大伙留一口啊！就是啊，做人可不能太独吞了，让给我们呗。最后一碗我要了。行，先来后到，既然这位客官先给钱，这最后一碗就归他了。老板，你摆摊就备这么点菜，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？有钱都不知道挣。实在见谅，我做面只用当天最鲜活、最肥美的螃蟹。中原之地不靠海，原料实在是太少，只能凑合出这2碗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我身上最后的50文钱，今天全部压在上面了。各位街坊，明天请早吧，明天我一定会多备些料，还在这东市摆摊，保准让大家都能尝上。在下赵廷玉，姑娘，你可知道江南的顾氏蟹香阁？3年前，我曾在那里吃过一碗蟹黄面，惊为天人。而你今天做的味道，竟然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一口。不过，去年我又去了一次顾氏蟹香阁，可惜那面却做得大不如前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层次和鲜美。你刚才做的蟹黄面，让我想起了3年前的顾氏蟹香局。不过那时候，它好像还叫姑苏第一鲜。他竟然吃得出来！3年前的姑苏第一鲜只有那一家小店，每一碗面都是我亲自下厨、亲自把关。后来顾城和姨母为了赚钱疯狂开分店，我每天只能帮厨子调好底料，就得去赶场，味道自然就变了。姑娘手艺如此超群，不知是否有幸能知道姑娘的名字？苏巧巧，我叫苏巧巧。苏姑娘，明天我还会再来。侯爷，这些市井小摊的东西来路不明，您金尊玉贵之躯，实在不该。你没看到吗？那苏姑娘的灶台是全东乡最干净的，一尘不染，干净的都能照出人影。本侯不仅要吃，还要把这一碗带去给叔父。他老人家食欲不振，如今都快瘦成竹竿了。这碗鲜面，指不定就是治他病的良药。叔父，侄儿在街上寻到一家面摊，老板是个年轻姑娘，手艺绝佳。叔父，趁热。过瘾，明儿老子还要吃这个。客官，您的热水来喽！有了赵廷玉给的银子，我终于买得起最好的料了。顾城，你们以为拿走了方子就能高枕无忧？今天我便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苏式蟹黄面。哎嘿嘿，苏姑娘，今儿一大早我特意给您留了顶尖的好货。苏姑娘，你是个厨子吧？这是好东西，极品蟹粉，你回去兑在面汤里，和活蟹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这一小包能顶10斤活蟹。这是死蟹干磨成粉提炼的，京城里多的是大酒楼用这个，客人根本吃不出来，成本能降一大截。不用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别嫌贵啊，我给你算便宜点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的面只能用最鲜活的蟹，用这种死蟹磨的烂粉，简直是砸我的招牌。这活蟹太贵了，把这蟹粉兑进蟹黄里，能省大半的成本。不行，这东西味道不对，总会有嘴刁的客人吃得出来，这是砸咱们自己的招牌。呸！苏巧巧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店里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跟臭丫头说了算了？哎呀，乔乔也是为了店里好，算了算了。就因为那次我极力反对，顾母便借机将我的月钱从800文砍到了400文。顾家母子，你们就抱着那堆死蟹烂粉等死吧。老周，这蟹是什么时候到的？今早刚到的，新鲜着呢。这只不行。怎么不行？这不还活蹦乱跳的吗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里已经发黄了。
这蟹出水绝对超过了1天，蟹黄已经开始发苦，这种残次品你也敢拿来糊弄我？这只还行。我说苏姑娘，你这是什么独门挑法？别人买蟹都挑个头大的，你怎么光盯着壳边看？蟹肥不肥，看壳边就知道。壳边鼓出来的，里面全是满满的黄；壳边要是扁的，里面一准是空的。这丫头年纪轻轻的，挑起蟹来，比我这老渔夫还要精明。江南第一面开到京城来啦！顾氏蟹香阁今天开业，快去抢位子啊！今儿我们顾氏蟹香阁开业，全场打8折。顾德茂，我姨母的远房表弟，在苏州帮着管理分店时就中饱私囊，出了名的贪财势力。看样子，姨母和顾城还在江南忙着应酬县太爷，只派了他来开京城首店。哟，这不是巧巧吗？之前听你姨母说你非要出来单干，我还不信。没想到你还真在这路边摆上破摊子了。你说你这丫头放着大酒楼舒舒服服的后厨不待，非要出来自讨苦吃。这京城的水有多深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翻出什么风浪来？听叔一句劝，等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就赶紧滚回去。你姨母那边我去替你说2句好话，后厨帮工的位置还给你留着。不过嘛，这工钱可得砍半，1个月只能给你200文了。毕竟你这一闹，你姨母心里可很不痛快。顾德茂，这200文你还是留着给自己买副好棺材吧。大家别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！来来来，顾氏蟹香阁今日开业大酬宾，全场8折。我们用的可都是江南连夜直运过来的顶级活蟹，绝不是那种路边摊的死蟹烂货能比的。我虽然没有3层楼的金字招牌，也没有穿华丽衣服的迎宾姑娘，但我有一双手，我的蟹黄面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去，这儿车马车呢，闲杂人等，让开！顾德茂，你以为用马车挡住我就必输无疑？你根本不知道，这些从马车上下来的富贵人家，才是我真正的东风。张管家，您慢走，下回想吃，随时给小的传个话就行。好说好说，不过今日府中恰好有急事，在下就先告辞了。普通百姓吃不出蟹的好坏，但京城的权贵嘴刁得很。顾德茂的面用的是江南运来死了一半的蟹，为了提味儿，肯定偷掺了蟹粉。这种便宜货骗得了百姓，可骗不了这些体面人。好纯的蟹香，这味道到底是从哪儿飘出来的？好像是那个小摊子发出来的香味。哎呀，小姐，那连个招牌都没有，是个脏兮兮的路边摊，你哪能吃平民百姓的东西啊？看来这没个像样的店面确实不行。蟹黄面本来就不是寻常百姓吃得起的，可我现在浑身上下加起来，连盘个最破的铺面都不够。苏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赵公子，苏姑娘，今天我带了家里的长辈过来，你这顶级的蟹黄面，且给我们来上2碗。好嘞，客官您请好吧。这位贵人看起来身份不凡，不会嫌弃面摊简陋吧？那不是靖南侯赵廷玉吗？他怎么会在那儿吃路边摊？天哪，那蹲在地上吃面的是五军都督府都督监事赵征老将军啊！
连2品大员和侯爷都蹲在那儿吃得这么香，咱们还矜持个什么劲儿啊？快去！姑娘，给我也装一碗带走。好嘞。这，要不我先在这儿尝一口吧。夫人，您慢点儿。过瘾，好吃，这才是真正新鲜的螃蟹做出来的味道。京城那些大酒楼连这碗面的皮毛都比不上。给我也来一碗，我也要一碗，我出双倍的钱。你们看，那些大官都在那抢着吃，那路边摊的面绝对是凶。走，去那边排队。我说，你这个人是不是很闲啊？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大老爷们儿，整天不去找个正经差事做，天天跑我这小摊来混日子。我看你穿戴也不差，还是在衙门里找个闲职干着吧，也省得天天会无所事事，多让人笑话。闲职？瞧他这笨手笨脚的样子，估计也就是个靠家里荫庇、不学无术的闲散富家子弟罢了。看在他今天帮我拉来大客源的份上，就不跟他计较。苏姑娘，你既然有这种惊人的手艺，为什么不自己盘下一间店面？盘店面当然好，可那得要不少银子，我这正在努力制攒钱嘛。哟，这么早就收摊了？我们顾氏蟹香宅可要一直开到深夜。今天的生意实在是太火爆了，这京城的人真是有钱。今天第一天开张，除去零头，我们净赚了整整2000两银子。侯爷，要不要教训一下他？不用，注定的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况且，你看看苏姑娘那个表情，她可是一点都没被打击到。顾德茂，你以为2000两就是你们的起点了？你根本不知道，今天就是你们巅峰了。很快，我就会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一落千丈。苏姑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弄得满身是泥？今早我去码头，蟹贩子说所有的散货全被顾氏蟹香阁高价垄断收走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跑到下游的偏僻渔村里找了半天，才好不容易淘到这些。这个顾德茂欺人太甚。苏姑娘，难道京城的螃蟹真的比江南的货差这么多吗？差多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京城不靠海，蟹都是走陆运死扛过来的，路上走个3、4天死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也半死不活。真正鲜活的好蟹，刚到码头就被各大酒楼高价抢光了。我这种路边小摊儿只能捡人家挑剩下的。要是京城能通海运河，南边的鲜货直接走水路运过来，1、2天就能到。那蟹活着上岸，个个满黄满膏。到那时候，我一碗面用足3只活蟹，那才叫真正的苏式蟹黄面呢。陛下，臣想跟陛下讨个旨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京城河道淤塞多年，南边的货船进不来。臣查过了，若是能疏通旧漕运河道，连通通惠河与北运河，南边的海鲜、丝绸3日内便可直抵京城，北边的药材也能顺流而下。如此一来，商贸互通，岂不甚好？廷玉，你成天在外面游手好闲、寻摸吃食，怎么今日忽然关心起国家漕运来了？臣在东市寻到一家面摊，那老板有出神入化的厨艺，却叹息京城没有好蟹。臣只是想让他用上天底下最好的蟹，做一碗真正的好面。好你个赵廷玉，为了一碗面，你竟然要朕大动干戈开辟河道？为了一碗面，臣愿意不花国库1分1厘，亲自去河道盯着，1个月内保证通章。好，朕准了。1个月不见，你上哪儿消遣去了？怎么晒成这样？苏姑娘，你要的顶级好蟹，臣在下给你弄来了。有了源源不断的水路活蟹，我用攒下的钱租下了这家旧粮铺。顾德茂，
你再也没办法垄断我的货源了。客官里边请，今日新到的时鲜小菜，保准合您口味。哟，那不是顾氏蟹香阁的江南大老板吗？怎么跟逃难似的，连苏州老宅的行李都运来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听说他们在江南得罪了县太爷。混账！这种死蟹烂粉做出来的腥臭东西，也敢拿来糊弄本官！来人，给本官查封顾氏所有店面！成儿，别慌，京城这帮人钱多，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只要咱们把江南第一面的招牌挂得死死的，银子还是会哗哗的流进来。娘，你看，那死丫头居然在对面开了家面馆。老板娘、少爷，您二位放宽心，苏巧巧那死丫头，也就是在对面摆个破摊子，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跟咱们蟹香阁比，她连提鞋都不配。江南混不下去了，就以为京城是你们的避难所。京城贵人们的舌头可比江南的县太爷还要刁钻100倍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我的手艺，你们这块金字招牌能撑几天？哟，苏巧巧，你还真在这儿开起店来了？就这破地方，库房改建的吧？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，真够寒碜的。巧巧啊，你说你这孩子，放着后厨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出来受这份罪。在苏州的时候，姨母何曾亏待过你？你要是实在在这京城撑不下去了，就赶紧跟姨母说一声，咱们蟹香楼的后厨啊，随时能给你留个帮工的位置。不过嘛，这工钱可得按德茂叔说的办，1个月200文。毕竟你之前太不懂事，得让你长长记性。不必了，我的庙小，容不下2位大夫。行，苏巧巧，算你有骨气。那我就看着这京城寸土寸金的昂贵房租，你这破店能撑得了几天？怎么是他？呸！每个月就来一次，每次就点一碗最便宜的面，真是个穷鬼，装什么体面人？这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龙凤纹印。顾城，你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被你们百般羞辱的穷鬼，真实身份竟然是宫里的贵人。今天你们若是再用那些死蟹烂粉糊弄他，顾家的死期就到了。吃点什么？1碗蟹黄面。小伙子，麻烦过来一下。找本少爷有什么事儿？你们这碗面味道不对。老子就是这儿的主厨，面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说味道哪儿不对了？蟹黄发腥，说明用的是死蟹，汤底寡淡无味，熬制的时间严重不足。面条软烂没有筋骨，根本不是手擀面。而且为了掩盖死蟹的腥味并强行提鲜，你们在里面加了不该加的东西。我想见见以前在江南做这碗面的人。你放屁！死蟹加东西，你嘴巴是灶王爷开的光吗？老子这面用的可是江南连夜直运过来的顶级活蟹。我看你这个老穷鬼，就是存心来砸场子的。穿成这副寒酸样，你吃得起600文1碗的面吗？怕是攒了3个月的铜板来开一次荤，吃完想赖账吧？滚！现在就给老子滚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！哎呀，成儿，行了行了，开门做生意，别跟客人吵。客人？这老不死的分明是来泼脏水砸场子的！来人，
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扔出去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故意来砸场子的叫花子。我们顾氏蟹黄面是江南第一品牌，容不得任何人泼脏水。哼！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摔疼了没有？我吃了整整3年顾氏的面，他们如今竟然如此对待食客，真是一群势力熏心的小人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无德的厨师，失望，真是太失望了。小姑娘，你也是做蟹黄面的？是啊，老人家，相逢即是有缘。您若是不嫌弃，要不要去我那儿尝一碗？这味道是3年前在江南我与王妻最后一次出门时一同吃过的那碗面的味道。那时候她生了很重的病，她突然有了精神，身体也好了些。可那年的春天结束得太快，她后来再也没能陪我出门吃上一碗面。姑娘，这面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不仅今天不要，以后您只要想吃，随时来我这儿，永远都不收您的钱。你就是3年前江南顾氏蟹香阁的那个真正主厨吧？往事不必再提了。如今在这京城能有一间容身的小店，小女子已经很知足了。你身怀如此惊世骇俗的绝技，却只能在如此狭窄的地方艰难度日，而对面那顾家无才无德、欺世盗名之辈，却能开得起3层楼的奢华酒楼。姑娘，如今这世道，百姓活着是不是极为艰难？老人家，您这话可说错了。当今世上，先皇和圣上皆是百年难遇的明君，朝廷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您瞧这繁华的东市，天还没亮就有人摆摊，半夜还有商队往来。先皇减免了税收，重开海运，如今陛下又通了漕运，百姓只要自己肯吃苦，肯流汗，靠着这双手，就一定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。您说，还有比这更好的日子吗？赵廷玉这是怎么了？那眼神怎么跟见了鬼一样？难道我刚才哪句话说错了，冲撞了什么忌讳？苏姑娘，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位老人家是谁？你方才究竟跟他说什么了？莫名其妙的，就随便聊聊天啊。他说我的面做的比对面顾氏好，我就顺口夸了夸当今圣上开明，漕运通畅。怎么了？老板，来2碗招牌蟹黄面。好嘞，客官，您2位请坐，面马上就来。连贴身的大内暗卫都没带，身边只跟了2个寻常随从，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人了？那根本不是。凭什么封我的店？老子是江南第一面，你们这帮狗官公报私仇！老天爷呀，我们的银子呀，全砸里头了！老板娘，我们国公府要订10碗，带走。顾德茂，你们欠了一屁股债，天天被债主逼得像丧家之犬，而我的巧巧第一仙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，你们的终点不过是我的起点。苏巧巧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在姑苏我们供你吃供你穿，你竟然当贼偷方子！大家快来看啊，就是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，她偷了我们顾氏蟹香阁的祖传秘方，跑来这里开店发财。哎呀，难怪这家的味道跟当年的故事一模一样，原来是偷的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姑娘看着老实，手脚竟然这么不干净。你今天必须把这酒楼分我们一半，让我们顾家入股，否则老娘撕烂你的脸！你们简直白日做梦，无凭无据就敢来我店里打砸指责，我现在就去顺天府报官，有种我们就公堂对质。报官？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今天休想踏出这道门。这是咱们自家的家事，少拿官府来吓唬老子。上旨到。
江南女子苏巧巧接旨。圣旨？哈哈哈哈！苏巧巧，你糊弄谁呢？穿身戏袍就敢来这儿假传圣旨？这老太监是你花钱从哪个下三滥戏班子里雇来的戏子吧？就是，巧巧啊巧巧，为了霸占方子，你连这种杀徒的手段都使出来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来来来，让老子看看，看看你这太监到底是真是假！靖南侯赵廷玉在此，你们以下犯上，对圣上大不敬。圣旨是真是假？要不要本侯现在带你们进宫去对质？那个天天在我身帮着烧水、吊儿郎当的闲散公子哥，拿下！那可是皇上最器重的重臣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完了，完了，顾家这回是彻底踢到铁板了，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苏姑娘，接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闻民间有女苏氏巧巧擅制蟹黄面，味绝天下。太上皇私识此位，特选苏氏入宫献艺，钦此。民女苏巧巧叩谢皇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赵廷玉，靖南侯爷，您最好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说的不富裕的富家公子？这，巧巧，我也确实没骗你，天家也算富家吧，只不过比一般的富家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。老爷爷，那是太上皇。哈哈哈，无妨无妨，这丫头在宫外就是这么叫阵的，听着亲切。民女不知太上皇驾临，先前言语多有冲撞，民女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，朕那日在东市只是个去你摊上吃面的普通食客，又不是去问罪的。丫头，朕那日听你说先皇与圣上是明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只要勤劳就能过上好日子，这话朕记在心里了。所以今天朕要让皇帝也尝尝你的勤劳手艺。美味，确实是天下第一面。父皇说的对，这后宫的御厨竟没一个比得上你。太上皇，你也来一碗。好，快给朕也来一碗。丫头，你这面里加了什么秘方？朕这几年体寒，一入秋便手脚冰凉，可吃了你这碗面，朕不仅手脚暖和了，连胃里都暖洋洋的。回太上皇，民女只是在面汤里加了一味紫苏，紫苏温中散寒，最能解泻毒。民女那日在店里瞧见您坐下时关节有些不利索，猜测您有体寒之症，便在面里多热了一钱。好一个心思细腻、德艺双真的丫头！传旨，赐苏巧巧天下第一面，御笔金匾1块，加封御膳房女御厨，赐5品官带。民女叩谢圣恩。皇帝，那顾氏蟹香阁以次充好，欺瞒百姓，更企图强抢这丫头的秘方，该当何罪？传旨，将顾氏一族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入京。巧巧啊，我是你亲姨母啊！求求你跟皇上求求情，救救我们吧！我从一个在仓房里被嫌弃一身泄腥气的寒酸厨娘，变成了这京城里最炙手可热的女掌柜，我做到了。
我说靖南侯爷，您天天放着好好的侯府不待，非要跑我这儿来打杂，您就不怕整个京城的达官显贵笑话您？你打算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？不然呢？我就喜欢做面。那咱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喜欢做面，而我刚好最喜欢吃面。巧巧，我想吃你做的一辈子的蟹黄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巧巧，你嫁给我吧，做我的靖南侯夫人，可好？嫁给你？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我整天跟螃蟹打交道，身上可是一股子洗不掉的蟹腥气，而且我这人生来最讨厌那些刺鼻的胭脂俗粉。我偏偏就爱这股味道，这不叫腥气，这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，是我赵廷玉这辈子唯一能让我心安的归处。行吧，既然你诚心求娶，那本掌柜以后便给你一个特权，每天巧巧第一鲜的第一碗面都归你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方才嫌弃我的那股劲儿哪儿去了？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，总得容我想想。想多久？一炷香还是一碗面的功夫？从第一次在东市吃到你的蟹黄面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只认你做的面，也只认你这个人。我脾气大，动不动就拿锅铲拍人。本侯皮糙肉厚，经得住。天黑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侯爷天天来端盘子，皇上知道了不得心疼？皇上知道了，怕是也要来排队吃面。丫头，朕来蹭碗面，不打扰吧？太上皇，这队伍怕是要排到晌午。无妨，朕就爱这烟火气。靖南侯，你这端盘子的活儿还没死？回太上皇，这活儿比上朝有意思多了。歇会儿吧，这批蟹明天处理也不迟。这可是你封的天下第一面，哪能马虎？本侯上过战场，拆个蟹能有多难？巧巧，以后就这么过日子，你拆蟹我端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本宫还是头一回见太上皇这么惦记一桩婚事，臣女何德何能？巧巧，来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侯爷夫人。那你说话算话，要吃我一辈子的蟹黄面。一言为定。娘，您的方子成了天下第一面，您的女儿也成了天下最幸福的人。真正的好面不怕等，对的人永远不怕晚。